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野球特报。职棒球员最怕的不是对手，而是大老板亲自到场。上周中职，我们见证了科学无法解释的孤老板效应，究竟是战术大改，还是意志觉醒？今天我们就要来带大家拆解这些数据背后的真相。上周5月26到5月31的比赛真的非常精彩，尤其是中信兄弟的戏剧性转变，简直比电影还要夸张。不过，在我们深入探讨数据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先看看全联盟的战绩总览。在进入正式的战报分析之前，我想邀请还没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们产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级欢迎加入频道会员。还有，跟大家分享，史蒂芬频道商店正式上线喽！现在就点开底下资讯栏的商品，或是影片结束后来商店逛逛，里面有我们精选的职人好物，带走喜欢的商品，就是给频道最实质的鼓励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回归正题，我们来看看5月26到5月31这周的战绩排名巨动。味全龙依然稳坐龙头，目前战绩29胜15败，胜率高达6.59%，魔术数字也顺利降到了 M13。他们上周一度拿下了本季最长的9连胜，虽然最后被富邦悍将中断，但整体气势还是非常强。而这周最让人惊讶的球队其实是台钢雄鹰，单周拿下4胜敌败的佳绩，进攻效率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。卫冕军味全龙在上周展现了极强的韧性。回顾5月26日于台北大巨蛋迎战富邦悍将的赛事，战局的分水岭出现在双方先发投手退场后，落后的龙队在9局下半，靠着新秀刘俊伟及初下值连城的追平2分炮弭平落后，展现了极佳的抗压性。随后在延长赛10局下半，朱玉贤在满垒局面敲出再见安打，贡献制胜打点。台钢雄鹰无疑是上周最耀眼、进攻效率最惊人的球队，单周取得4胜1败的傲人战绩。他们在澄清湖主场的赛事中展现了强大的压制力。5月27日，台钢以6-0完封中信兄弟，不仅赏给对手6连败，更让中信兄弟的连续未得分局数推进至28局。这场比赛，台钢洋投艾素特主投6局无失分，展现了精准的控球与配球策略。隔日28日，台钢打线更是火力全开，第4棒魔鹰敲出单场双响炮，率领球队以6-4再度击败中信兄弟，让黄衫军苦吞7连败。周末面对乐天桃园，台钢同样展现强势。5月29日，首局便狂灌5分，最终以9-2大胜。5月30日，再靠着曾子佑在9局下的关键满垒3垒安打，以5-3带走胜利，收下4连胜。富邦悍将的表现则呈现极端起伏。5月27日，悍将在大巨蛋以5-1强势斩断味全龙的9连胜。先发投手李东明主投6.1局无失分，展现极佳的压制力，顺利跃居联盟胜投王。打击方面，张育成与申皓维的同场开轰，特别是张育成击出本季第7轰，并缴出猛打赏，展现了强悍的长打火力，打击率升至0.367，傲视全联盟。然而，在周末备受瞩目的大巨蛋金控大战中，除了5月29日首战靠着林书义面对前东家击出关键超前3垒安打，以4-2拿下胜利外，后续2战富邦牛棚全面崩盘，苦吞2连败，错失了拉近与味全龙胜差的黄金机会。统一狮在上周陷入了严重的平打与得点圈宕机危机，前4场比赛屡屡受挫。5月29日面对味全龙，虽然首局靠着苏智杰的2分炮先持得点，并一度取得6-0领先，但牛棚无法守成，在8局下遭龙队攻下3分，9局下被刘基宏敲出追平安打，最终在延长赛10局下半遭张佑嘉敲出再见安打，以7-8惨遭惊天大逆转。直到5月31日对战味全龙的比赛中，狮队前6局遭对方先发投手刚龙的13次三振彻底压制，但打线展现极佳的选球纪律，并在8局上靠着邱志成的关键超前安打，最终以4-1终结2连败。目前排名维持在第4名，急需找回开季时的强势火力。乐天桃园的暴力猿打线似乎遭遇了结构性的低潮，防守与牛棚的不稳定更是雪上加霜。
5月26日，靠着羊头摩尔麦6局无失分的优质先发，以1-0险胜统一狮。但5月27日对战狮队时，左外野手陈晨威与内野手陈家乐的要命失误，直接导致大量失分，最终以5-8遭逆转。周末面对台钢雄鹰，更是连吞败仗，防御体系极近崩溃。直到5月31日，在球队深陷4连败的阴霾下，才靠着老将林泓育在9局下的再见安打，以7-6惊险逆转台钢雄鹰，终止连败。在打击进阶数据方面，台钢雄鹰展现了联盟独步的攻击效率。他的团队打击三围高达292、385、404，纯场打率 ISO 达到012，而整体攻击指数加权 OPS 加权更是来到了极度夸张的145.5，远超联盟平均的103.8。这都要归功于第4棒魔鹰强大的阵容保护效应。当魔鹰在打线中具备极高威胁时，对手投手被迫对前段棒次的曾子佑、王柏荣投出更多好球带边缘的速球，不敢轻易保送。这直接提升了前段棒次的击球出速与上垒几率。台钢团队的 WOBA 加权上垒率高达372，充分显示他们在制造高价值打击结果上的卓越能力。没错，台钢雄鹰上周的场均得分高达6.4分，但场均失分却只有3.4分。如果把这两项数据画成矩阵图，台钢雄鹰现在就是处于那种强打强投的绝对优势区。相对来说，富邦悍将虽然一度中断了味全龙的连胜，但在周末的大巨蛋金控大战中，牛棚的表现却让他们陷入了苦战。统一狮则是在上周陷入了平打危机，直到周五靠着邱志禅的关键安打才终结连败。至于乐天桃园，虽然打线偶有发挥，但防守与牛棚的不稳定，真的让球迷看得很心惊胆战。而乐天桃园的团队 ERA 虽然维持在 3.6 左右，但 WHIP 值却飙升到 1.591， 这代表每局平均让将近 1.6 名打者上垒，压力大到投手根本喘不过气。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威能帝受伤对他们先发轮值的冲击。威能帝先发王牌一缺阵，这2周整个轮值就像少了一根支柱。从投球进阶数据来看，虽然3名洋投努力填补空缺，但除了摩尔曼防御率 3.600、FIP 3.290 表现尚可外，艾普勒与麦斯威尼的防御率分别高达 6.000 与 8.308，WHIP 1.9 与 2.5 也偏高，压制力明显不足。但令人振奋的是，本土年轻先发投手的表现适时挺身而出，弥补了洋投的空缺。陈克义在本季初登榜的先发中，缴出6局仅失1分的优质先发，更标出生涯新高的9次三振与150公里球速，防御率 1.500，FIP 低至 1.498， 展现了强大的绝对压制力。曾家辉是下轮值中吃中的11局，防御率维持在水准之上的 3.273，WHIP 1.00 与 FIP 2.634更是优异，展现了大将之风。刘家祥则在5又1/3局中缴出防御率 1.688，FIP 3.373的好成绩。这批年轻土头的快速成长，为乐天的先发轮值注入了重要的强心针。野手方面也是亮点满满，乐天这2周大胆启用了李勋杰、宋家祥跟刘子杰这几位年轻巧将，特别是宋家祥，身为捕手，他在打击端竟然缴出了346的打击率 ，OPS 加高达169.5。李勋杰更扯，长打率来到 0.667， 这种破坏力对一个年轻球员来说真的非常难得。虽然乐天的老将林泓育在球队深陷连败阴霾时，于5月31击出再见安打，他赛后强调，不看排名，不想太远，就是今天的心态设定，鼓励年轻球员。从长远来看，这群年轻球员的成长才是乐天未来能否持续竞争的关键。真的，年轻球员的爆发力往往是教练团最惊喜的收获，但在那种满场4万人的环境下，心理素质真的是最大的挑战。我们来直接切入本周最具话题性的核心，也就是中信兄弟的董事长效应。在5月29号之前，中信兄弟正经历接手后最惨烈的8连败，甚至连续29局没有得分。但就在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现身休息室，霸气喊出“表现不好是我的问题”之后，球队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。
从数据上来看，这真的不是玄学。在连败期间，兄弟球员的滚飞比极度失衡，滚地球出局占了48%，这代表打者因为急躁、焦虑，导致肌肉紧绷，挥棒轨迹变长，频频追打坏球，结果就是击出软弱的滚地球。但在老板喊话后，心理压力释放，球员的本垒板纪律明显变好。5月30号和31号，他们的滚地球比例下降到3/75，而平飞球和深远飞球的比例大幅增加。单局灌进8分和5分的表现，就是击球仰角优化后的直接结果。这真的太神了！短短2天，从平打变成狂轰滥炸。而且教练团的调度似乎也变得更大胆，像是平野会一总教练为了极大化火力，竟然让内野手张仁为去守外野。这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是险棋，但在那种需要火花的时刻，张仁为竟然在大巨蛋击出带有2分打点的制胜3垒安打，点燃了逆转的气势。有趣的是，老板在赛前还特别点名鼓励他，叫他要加油打第1棒。这就是好球带的攻击侵略性。当球员不再害怕失败，他们在面对好球带内的速球时，出棒变得非常果断。5月30号对上富邦悍将，兄弟打线不仅冷静选掉4次保送，还能在满垒时由黄伟胜敲出满贯炮。另外，大巨蛋金控大战的那3场系列赛，累积了超过10万人进场，特别是周末2场都是4万人满场。富邦的后援投手在这种急压测试下明显崩盘，李吴永清单局投出4次保送就是证明。反观中信兄弟，在老板的心理释放后，那种满场的呐喊反而成了他们的主场优势。像是郑浩均，在原本对阵防御率极高的劣势下，竟然能主投6局无失分，还在满垒危机中投出3振，这就是心理韧性提升后带来的数据大反弹。虽然中信兄弟在上周末打出了气势，但我们看回整个联盟，上半季冠军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最终冲刺阶段。味全龙虽然魔术数字在动，但他们的团队打击率竟然只有.205，这对一支要保住龙头的球队来说是很惊人的隐忧。如果投手群出现体能撞墙期，火力跟不上的话，领先优势随时会被蚕食掉。如果曾子佑、王柏荣和魔音的连线持续保持高档，搭配渐入佳境的洋投群，台钢真的有机会在最后阶段翻盘。而富邦悍将则需要赶快解决牛棚在高压环境下的控球问题，否则像上周那种比赛后段被大局逆转的情况还会再发生。至于中信兄弟，下周的看点就在于董事长效应到底能持续多久。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你觉得中信兄弟的这波火力复苏到底能维持多久？我们在留言区见喽！今天的野球特报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下次见。